Hello，大家好，我是语言。在昨天，来自1436王国的默默贝勒爷他联络我，他说要提供一些素材给我，然后他这里要分享的就是阿提拉搭配小西瓜的实战报告。他这边写错名字，应该是要写小西皮才对。那他这边有说到，基本上没有打下旗帜跟要塞，因为人数非常悬殊，也就是说对方的人数比他们更多。他们的集结几乎是没有补兵的，但是感觉还不错，有小赚也有亏损。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看报告的标准是什么啦，但是对我而言，看亏的报告其实比看赚的报告还要更加值得参考。只有看那些不好的报告，才知道在恶劣的环境下，这个集结打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像之前我就分享过一些小 CP 亏损的报告，也是这样子。那么在看他分享的报告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里说的全部都是逆风情况下打出来的报告，并且还有补充到，如果可以持续补兵的情况下，强度不差的。1436是老王国，但是他们老王国对上新王国人数上非常悬殊，基本上都要一个部队打3到4个部队，所以他这边是详细的描述了他们战场上的情况是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部队争议。这边先跟大家说清楚，他们的王国是低族王国，所以装备跟军器可能不太好。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装备全部都已经有专属，除了一个号角，并且全部都已经觉醒了。头盔手套觉醒1，号角戒指觉醒3，衣服和武器觉醒4，裤子和鞋子是觉醒5。可见得他在这一套装备上其实花了不少钱。我个人感觉他平时应该是做车头的，但是他这一次是用阿提拉的关系，就是用拱形阵，所以他的军器就不太好。有2个专精铭文，有2个普通铭文，但是他的基础提升呢并不是特别好。这里分享他的装备跟军器，主要是担心有一些观众说，哎呀，他的装备军器这么糟糕，为什么你还要分享报告？但是我已经强调了，他的王国是来自低族王国，也就是说对方可能他的装备军器也不是特别好，或许参考价值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再来他还有分享自己的水晶科技，基本上前面都已经升满了，所以前面的基础攻击提升呢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开7个部队啊，有可能是他的水晶不够的关系啦。不过后面基本上要提升的东西全部都提升了，包括集结的扩容、部队数量还有伤害全部都开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分享的报告，他是用阿提拉作为主将，因为如果你是用小 CP 做主将的话，就是终极天赋，其实不太适合阿提拉。那这份报告他是集结了对方的要塞，但是出来的结果其实还可以接受，再加上他这个集结其实是有被围殴的，被围殴的情况下打出来报告还可以接近1:1，我觉得还不错。至于双方的部队争议，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所玩的地图是神机妙策，所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大多数的地图都是有提升啊，除了八方主路之外。部队的基础提升，可以看到对方的装备呢也不是全专属，他应该是有3件装备是没有专属的。这个就是我在前面跟你们讲的，他们在西低族王国并不是每一个车头的装备军器都这么好。驻防那边除了生命值比较高之外，其他的攻击跟防御力还是比集结更差。至于集结方，因为它是用重击加普攻的搭配，所以它这里的其他争议呢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像是反伤或者是所有伤害普攻可能会比较高而已。所以集结跟驻防的报告这边差距呢，其实大概1:1左右而已啊。不过集结那边有一点小亏，但是我们看一下围殴的报告，这边差距各位就可以看到有多大了。毕竟阿提拉这个是抗围殴的统帅，他的反伤比较高。尽管这个集结是没有人补兵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达到不错的结果。尤其像他们这种逆风的情况下，开出这种集结可以耗损对方的资源加速，故意让对方去围殴集结。所以当我们看整体报告的时候，其实这份集结报告是不亏的，反而还有小赚一点。这份报告是他们去开集结打关卡的报告，但是还没有抵达关卡之前呢，就已经有玩家去围殴他们的集结部队了。那第一个打上去的玩家都是比较亏一点的。那我们直接跳到集结的报告去，那可以看到对方是用哥哥搭配阿提拉，估计里面是纯兵。一般来说纯兵的报告呢肯定会比较好看一点。那因为这个集结全部都是围殴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看部队争议，我们直接看整体报告，还是有小赚一点。而且我去看了一下这个集结，它出去到死掉为止的时间呢只有26秒，等于说这个集结一碰到关卡的时候，对方就直接冲出来围殴掉他的集结。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对比，集结200万击杀积分，然后驻防那边435万，也就是说这个集结只是光靠围殴部队就已经赚了1100多万的击杀积分，对方就大概赚500万左右而已。
不过如果只是光看集结跟驻防报告肯定是不好看的，毕竟没有人补兵嘛。虽然这里集结阵亡的部队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大多数都是小号，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下一份报告是打旗帜的报告，这里打的时间也是大概20多秒左右而已。这里集结打旗帜的报告也是差不多接近1:1，但是阵亡会比较多。这双方的部队阵力其实驻防那边的装备会比较好一点，全部都有专属。对比之下，集结方的生命值会比较高一点，其他的都比驻防还要更低。双方都是用重击或者是普攻统帅，所以这边的争议可以大概看一下。驻防的所有伤害会比较高，普通伤害是集结方比较高，驻防的反击伤害也比较高，受到的普攻伤害减免也比较高。换句话来说，就是驻防那边是比起集结还要稍微强一点，并且从部队数量来看的话，驻防那边是有补兵的，然后集结这边又有被围殴，所以打出这样子的报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过围殴部队也是在后期围殴会比较多啦，在早期比较少一点。整体报告这边是有小赚一点，不过赚不多，阵亡部队还是比较多。但似乎好像大多数玩家的科技可能并不是很好，甚至我看到有一些没有开扩编了后面他还有分享一些集结城市的报告。那这个玩家他用的驻防统帅就比较奇怪一点了，他用重击伤害统帅加一个完全技能伤害的统帅，所以报告这么亏是比较正常一点了，两个根本不搭嘎。集结方那边总共是赚了6倍，而城市里面的部队数量呢也比较接近集结方的部队数量。至于部队整理方面呢，可以看到对方其实是有穿步兵装备的，但是他的装备可能并不是特别好，这边几乎都没有专属。但是这个玩家的哥哥是已经觉醒了，可是他搭配个里程柜我就不是很能理解，或许是有其他部队在旁边围殴。另外一个是用工兵驻防自己城市的玩家，但是他的兵力会比较少一点，只有183万。出来的报告亏了差不多8倍左右，这个报告是真的超级赚了。他是用敌多搭配里程柜，但是当我点开他的部队整理的时候，他的敌多是没有觉醒的，再加上他是没有穿装备的。再根据部队数量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个玩家是比较低战力的玩家，大概6000、7000万左右，或许是没有在领土或者是没有在线，所以才会被集结。下一个集结城市的报告就比较正常一点了，对方是用芝诺比亚搭配李顺城，部队数量也比较接近集结，然后他们这边的报告还是有小亏一点，亏了大概3倍左右，不过是没有死兵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这位玩家的统帅是有觉醒的，并且是有穿上装备，有一个没有专属，所以部队阵力属于比较正常的，至少比起上一个还要正常一些。在今天我录音的时候，他有分享报告给我了，但是这一次终于有补兵了，并且对方也是有补兵了，而且从部队数量来看的话，这个要塞呢应该是没有被围殴，只是最后他们兵补不起来，所以才打出这样子的报告。不过集结这边所赚到的击杀积分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夸张啊，因为一般我看到工兵的集结都是赚2倍左右，而且再加上对方驻防是用混兵，那驻防那边也是一样少了一个专属，其他全部都有专属，其他阵力也算是比较正常。除了攻击驻防之外，其实有一个玩家是有攻击这个集结的，再加上那个部队这个整体报告就赚比较多了。最后还有分享他个人看法心得，然后这边有说到输出伤害不输斯基查士丁尼，但是这边我要讲一下啦，其实斯基查士丁尼这个集结呢是没有多少爆发的，就算有爆发全部都是靠司机而已，所以严格来讲小 CP 跟阿提拉这个组合爆发比较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看围殴的能力是比起斯基查士丁尼还要来得更好的，这个也算是比较正常。阿提拉本身是看围殴的，并且这个组合很容易触发到阿提拉降低25%的防御跟小 CP 的降低25%的防御力，
如果运气好，同时触发是可以叠加的。这个我也是去看了他分享的报告，确实是可以同时触发的，让对方的防御力减少45%，让对方所受到的伤害会比较高。以上就是默默贝勒爷所分享的阿提拉小漆皮的集结报告，自己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